大家好，我是品牌哥，今天要吐槽一件让我很不爽的事情。前段时间家里的洗面奶用完了，赶紧启动某宝，挑来挑去不知道选啥的时候，一款名叫仁和的产品映入眼帘，号称除螨、除痘、除黑头。翻了翻详情页，略微思考一会儿，我冲动下单了，因为印象里仁和是个药企，药企生产的洗面奶还强调草本配方，怎么说也比市面上那些纯化工品有效吧。更何况药企应该是有底线的，对产品功效起码有硬性要求。但当我拿到手，兴冲冲地打开试用后，才发现大意了，这玩意儿用起来真的很一般，假滑感太明显，洗完不清爽。然后看看包装上的生产厂家，广州巴威生物，我有了不祥的预感。果然贴牌货，巴威生物是个专业日化品代工厂。接着我继续到某宝用仁和为关键词搜索，好家伙，看得我两眼发黑。从各类处方药、非处方药，到面膜、洗面奶、面霜等护肤品，再到花露水、湿纸巾、牙线、牙膏、香薰等日用品，再到乱七八糟的保健品、代用茶、康复用具等，仁和几乎无处不在。大家猜猜，这些东西哪些是贴牌的？肯定有聪明的小伙伴说，仁和是药企，除了药品，其他都是贴牌。错了，大错特错，就连药品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贴牌的。比如仁和牌布洛芬缓释胶囊，实际生产企业为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，一家福建的老牌制药公司。太平洋制药自己生产的太平牌布洛芬和贴牌的仁和布洛芬，不仅生产厂家一样，就连在药监局备案的批准文号也一样。它们俩唯一的区别是价格，太平牌更便宜，贴上仁和牌子后就身价上涨。OK， 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，仁和为什么要去做贴牌？具体又是怎么贴牌的？贴牌产品能放心购买吗？这期视频我们好好聊聊这个话题。故事的开始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对仁和药业了解多少？现在给大家5秒时间思考，把仁和的经典产品打在屏幕上。好了，现在公布答案，分别是妇炎洁、闪亮滴眼液、优卡丹小儿感冒药以及仁和可利克。没错，这些曾经广告铺天盖地、大家耳熟能详的产品都来自仁和药业。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仁和药业的创始人杨文龙。1982年，20岁的杨文龙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一个国营医药公司上班，负责进山收购中药材。由于是中医药专业毕业，他也顺带承担了药材的晾晒、加工、炮制等工作。这份工作他一干就是16年，走遍了广东、四川等地的中药材市场，为他之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础。1997年，医药市场逐渐放开，杨文龙觉察到机会，大胆选择辞职创业。彼时，刚刚开放的中国医药行业尚处在萌芽期，市场对于药材有着巨大需求。杨文龙的主要业务就是收集药材，然后卖给药厂，充当药材的搬运工。但他合作的那些药厂效益并不好，没钱付款的药厂经常拿药品来抵账。久而久之，杨文龙的厂子被迫从卖药材变成了卖成品药。眼看做药材不是个事儿，1998年11月，杨文龙拿着600万元创办了江西康美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，准备做自研产品，进军保健品行业。因为彼时正值中国保健品行业高速发展的时期，太阳神口服液、昂利1号、中华鳖精、三株口服液等神药辈出。但经过仔细研究，杨文龙发现这些都不好做，竞争太激烈。再三考虑后，他选择了比较小众的妇科保健品。彼时市场上有款叫做洁尔茵的中成药妇科洗液，卖得特别火，一堆明星为其代言。不过洁尔茵当时被定义为药品，既然是药品，那消费需求和销售渠道就会受限。毕竟无论从易得性还是心理负担上考虑，药品在人们心里天然有种不宜多用的感觉。杨文龙发现这一弊端后，开创性地推出了同样拥有杀菌消炎能力的妇科洗液妇炎洁。和洁尔茵相比，妇炎洁弱化了药的属性，而是定义为可以日常使用的女性护理消字号产品，属于卫生消毒用品范畴。产品搞定了，下一步就是推广。那时候的广告套路非常简单粗暴，集齐2大要素就行：一是请来当红明星为其坐镇，二是配以魔性的广告词，只要肯砸钱反复播放，想不火都难。于是从1999年开始，妇炎洁就在各大卫视疯狂刷屏打广告，短短2年间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。到2003年，又找来因电视剧《知心爱人》走红的傅笛声、任静夫妇作为广告代言人。然后那句经典的“妇炎洁洗洗更健康”就传遍了大江南北，
销量也跟着蒸蒸日上，迅速与洁尔因一起占据妇科洗液50%以上的市场份额。与此同时，杨文龙也在进行资本运作。2001年组建仁和集团，并在2年内先后收购江西境内的3家制药厂。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，一个成立才几年的小公司，仅仅卖个妇科洗液而已，竟然如此大手笔收购3家同行，这在当年震惊了国内医药界。不过，让医药界震惊的还在后面。妇炎洁火了后，杨文龙又如法炮制了多个新产品，比如闪亮滴眼液，除签下周杰伦做代言人外，还冠名快乐男声，联合湖南卫视做综艺。而主打儿童专用感冒药的优卡丹，则选择家有儿女宋丹丹作为代言人。家有儿女常备优卡丹，堪称一代人童年记忆。2005年，为了进一步推广旗下产品，杨文龙亲率团队一举夺得华东5省卫视台金牛品牌工程标王，与全国17家卫视台签订了广告联合播放协议，并获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等5个黄金时段的优质广告资源。如此大手笔的营销投入，在行业内可谓是无人能及。总的来说，早期的仁和药业最让人侧目的，并非研制了何种药品，而是其强势的营销手段，很擅长把一个明明很普通常见的产品打造成为热销爆款。在此背景下，仁和药业业绩稳步增长，于2006年收购濒临破产的江西九江化纤股份有限公司，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，在2007年借壳上市。上市之后，仁和药业进一步加强电视广告营销投入，尤其是2008年后的3年，每年广告花费均保持在1元以上，也由此迎来了仁和药业历史上的黄金3年，营收从2004年的5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超过20亿元。反映到股价上，从2008年10月的5.8元每股，一路飙升至2010年6月的27.9元每股，一时风光无两。不过，繁荣的背后暗藏危机。一方面，它的成功被当作行业典型，众多友商羡慕不已，市场上模仿、抄袭、山寨产品泛滥，竞争变得尤其激烈。另一方面，仁和多款产品不断传出负面信息，比如妇炎洁涉及虚假宣传，可立克被曝毒胶囊，闪亮滴眼液含防腐剂，优卡丹对儿童肝肾有毒等等。并且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，信息的透明化，电视广告的影响力下降，人们也逐渐意识到这些产品并没有想象中的好用。于是，仁和药业的几款明星产品热度下降，不再像从前一样热销。财报显示，2012年至2013年，仁和药业的同期净利润分别为2.55亿元、1.94亿元，同比下滑21.15%、23.99%。理论上，一个企业遇到这种情况，一般会选择加大研发力度，推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。但对仁和药业来说行不通，因为它是典型的重营销轻研发。轻到什么程度呢？就这么说吧，仁和药业研发费用占营收的比例常年在0.几徘徊，一直到2021年才勉强突破1%，然后这2年一不小心又掉回到1%以内了。作为对比，2023年国内259家药企的研发占营收比例的中位数是7.33%，所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仁和药业的研发投入低得离大谱，可以被同行按在地上摩擦。不想砸钱搞研发怎么办？结果就是大家看到的贴牌。作为一个靠营销起家的药企，仁和在品牌、渠道、营销资源上很有优势，天然适合做贴牌。其实早在2007年，仁和药业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在半年报内表示将不断提高品牌规模，积极探索现行法规条件下 OEM 的各种可能。直到2012年，仁和药业成立子公司江西合力药业，正式将这一探索变成现实。据公开信息报道，这个子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负责做 OEM 业务，即贴牌。其官网显示，公司目前已和超400余家 OEM 企业形成战略合作联盟，合作的 OEM 产品超1000个，涵盖药品、保健品、药妆、医疗器械等。另外，仁和药业大股东仁和集团旗下还有个仁和大健康，也负责以仁和的名义从事 OEM 业务。常见的贴牌名称为药都仁和、仁和匠心、法兰仁和3大品牌。在仁和大健康官网的 OEM 定制一栏中，介绍了2种合作方式，一种是按需定制开品，即客户提出具体产品需求，仁和开发产品，再使用仁和品牌或客户品牌投入市场；另一种为联合开发，即仁和与客户共同完成开品，并使用仁和品牌或客户品牌投入市场。官网还显示，仁和 OEM 定制产品擅长领域包含了个人护理、美妆护肤、滋补保健、食品饮料、医疗器械5大类，并展示了一些爆款产品案例。
另有媒体投资者网通过从仁和药业内部渠道获取的信息报道称，仁和药业的 OEM 定制业务门槛极低，只要起订量达到30万元，缴纳10万元保证金，即在厂家报价基础上多交30%至40%的品牌使用费。无论是企业还是无经营牌照的个人或微商，产品是否使用了公司的配方，最后生产出来的产品均可打上带有仁和字样的相关商标，并可用仁和药业做背书进行宣传，而其中的10万元保证金会在合作结束后退还。门槛如此之低，也难怪大家能看到那么多乱七八糟贴着仁和商标的产品。从商业行为的利益角度出发，贴牌确实为仁和药业及仁和集团赚取了丰厚的利润。从2014年开始，仁和药业的业绩止跌回暖，并持续稳定增长。具体来看，2014年至2021年，仁和药业营收由22.53亿元增长至49.4亿元，规模净利润从3.01亿元增长至6.7亿元。同时，2021年财报显示，仁和药业 OEM 贴牌产品已占总收入的1半左右。咱就是说，贴牌占到半壁江山，用医药界的贴牌王称呼仁和不过分吧？但凡事都存在弊端，短期内这种模式确实为仁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回报，可从长期来看，它无疑是在透支品牌的未来。这里说一个之前提到的暴论，任何产品只要涉及到了贴牌，产品质量问题就难以避免。核心原因还是那句话，一个厂家花了一大笔钱买到品牌授权，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怎么尽快把钱捞回来，怎么把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，而不是维护品牌形象，保证产品质量。毕竟牌子是租来的，尽快透支才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则。继续拿仁和来举例，网络上早就有数不尽的吐槽案例了，什么虚假宣传、质量低下等问题数不胜数。但很多案例曝光后，产品都被下架了，没办法拿出来给大家伙看个乐呵。我们直接启动某宝，以仁和为关键词，随便搜点还存在的产品，什么防脱发洗液、祛痘去黑头洗面奶、私处保养凝胶，甚至丰胸精油都有。详情页里说的功能一个比一个夸张，仿佛外星科技。知道大家对啥感兴趣，咱们就以这款评论区吹得神乎其神的丰胸精油为例，我们来深挖一下。根据详情页提供的备案号，直接打开国家药监局官网查询，其查询结果充满了槽点。首先，这东西竟然不是药品，而是化妆品。其次，产品名称和生产厂家均和仁和无关，纯贴牌货，且产品名称用的是美乳字样，和丰胸无关。最离谱的是，备案里的产品技术要求标注了详细的配方成分和用处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了20种配方，其中19种都是润肤、保湿、防腐、增稠等用处，没有一个能起到丰胸作用。那是不是可以证明这款产品压根儿就是虚假宣传？还不能妄下定论，因为里面还有个配方是啤酒花、辣杨树果、黄瓜果、银杏叶提取物，没有标注具体作用，只简单写了功效成分4个字。难道这些植物提取物就是起到丰胸作用的关键？于是挨个深入查询，银杏叶提取物主要有活血抗炎等作用，黄瓜果提取物主要有抗氧化保湿等作用，至于啤酒花提取物和辣杨树果提取物则均含有植物雌激素，对人体内雌激素水平具有一定调节作用。所以真相基本搞清楚了，这款产品假如真的有效，大概率就是通过雌激素刺激乳腺起到丰胸作用。但这玩意儿只是暂时的起作用，且外源性雌激素会干扰体内激素平衡，引发一系列副作用，医生并不建议使用。更何况这只是理论上的有作用，那点可怜的植物雌激素能不能被吸收都是个问题。说白了，一个几十块钱的不知名小厂生产的东西都能起到丰胸作用，你信吗？反正我是不信。如果真的那么厉害，满大街的整形医院可以直接关门大吉了。OK， 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，贴牌的化妆品、药品啥的乱象丛生，千万不要觉得是个大牌就靠谱。这里也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买化妆品、药品、医疗器械的时候，可以直接问商家要备案号，到药监局官网查询，生产厂家、注册名称、功效、成分啥的一清二楚，是否靠谱，基本能判断个大概。如果商家连注册证号都无法提供，那么妥妥的假冒伪劣产品。下面话题回到仁和本身，其实仁和贴牌这事儿多年前就被媒体广泛报道了，负面信息一抓一大把。作为老牌药企，还是个上市公司，仁和就没想过狠下心整治一下吗？俗话说船大难掉头，仁和已经通过品牌营销和贴牌赚取了稳定的利润。
摸索出来成熟的商业模式，很难大刀阔斧的改革。假如狠下心来整治，那公司可能就生存不下去了。说来大家可能不信，从90年代成立至今，抛开贴牌，仁和药业自己能拿得出手的产品，还是妇炎洁、闪亮、优卡丹这些20年前的老本。关键这些老本也越来越不好卖，特别是妇炎洁早已深陷舆论漩涡。如果想要捣鼓新产品，就得创新，但就凭仁和药业那可怜的研发投入，很难有大产出。既然贴牌没办法整治，那还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即换个新赛道转型。这也是仁和药业这些年不断尝试的，比如曾在 P2P 兴起时做过小贷金融，曾在疫苗赛道兴起后加码生物医药，甚至这些年还捣鼓了工业大麻、医美、大健康等行业。同时，创始人杨文龙自己也在积极的2次创业。著名的网上药店叮当快药就是杨文龙在2014年成立的，目前已经发展成行业领先的医药健康类互联网产品。不过，叮当快药业绩并不好，一直处于亏损状态。去年有媒体报道，其2年半时间亏了超31亿元。总的来说，仁和药业和杨文龙在转型上动作频频，足够努力，可惜表现一般。最后聊聊药企的贴牌现状，仁和只是个典型，还有不少其他玩家。典型如修正药业、葵花药业、同仁堂等，尤其是同仁堂，目前分为北京同仁堂、南京同仁堂、天津同仁堂，3家都在贴牌。好好的一个100年品牌都被玩坏了。但要说玩得最过分的，当属南京同仁堂，什么都敢卖。奉劝大家以后看到这个 logo 直接避雷好了。另外，这期视频一直在抨击贴牌，大家也不要觉得贴牌罪该万死。贴牌本身无可厚非，在各行各业都很常见，是产业合作高效率的体现。但要有起码的操守，不能把消费者当傻子忽悠，不负责任的一贴了事。加强对供应链质量、销售渠道、售后的把控，做好产品质量和口碑，才是值得信赖的贴牌。